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欢迎来到新一期影片。开始之前，我们想衷心感谢大家的爱和支持。我们的使命是让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接触到心理学，大家帮我们做到了，那就开始啦。当有人说你有自卑感时，意味着什么？流行文化和90年代电影可能会让你有所了解。钱德勒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的幽默往往源于他的不安全感。然而，其他90年代的流行人物，如爱德华·诺顿在搏击俱乐部开头的角色，体现了一种不真实的自卑感，导致了不同精神状态的瓦解和分化。那么，由美国心理协会定义的自卑感到底是什么呢？自卑感是一种不安全感或缺乏信心，它源于实际或想象中的缺陷。无论是生理上的缺陷还是心理上的缺陷，这些感觉都可能导致一些行为上的表达，如社交退缩或一动不动的胆怯。它甚至可以表现为过度补偿或过度竞争以及侵略。有时是为了能在和其他人的竞争中证明自己，自卑会导致平生处优越感。自卑和优越感这两个词都是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于1870年在他的著作《个体心理学》中创造的。阿德勒的观点可以概括为，没有哪个人可以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。不真实的个人主义是当今社会存在混乱的核心原因。那么这和自卑感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知道，自卑感的特点是感觉不足和不安全。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认为，大多数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感到自卑，无论是在年轻时还是成年后，我们都经历过。自卑感通常来自于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比较，比如看起来更健壮或健康，从而对自己的运动能力感到不安全。这些感觉是正常的，通常它们是推动我们成长和完善自己的动力。然而，当一个人开始不断地感到自卑时，就变成了自卑感。虽然我们都曾感到自卑，但通常我们能够通过达到我们的能力标准来克服我们的不安全感。但是，当一个人开始内化自己的不安全感时，就会开始感到自卑。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认为，当一个人无法克服自己的缺点时，不安全感就会变成自卑感。当我们没有安全感时，倾向于拿自己和别人比较，但是比较并不是衡量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工具，只是告诉自己哪里可以改进。是什么导致了自卑感呢？有很多事情会导致自卑感，这种状态很容易出现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，那时正在经历很多身体和情感上的变化。不幸的是，欺凌会点燃自卑情结的火焰，使问题恶化。此外，在父母过多的监督下长大会导致自卑情结。按照心理健康中心的精神病学家丹尼尔·布洛克在非常好心理上的说法，父母过多的监控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无力照顾自己。此外，在虐待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会质疑自己的价值，这也会使他们容易产生自卑情绪。自卑情感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体上的变化，注意自己的外表和想要看起来漂亮是很正常的。然而，有时候身体特征会引起关注，甚至产生自我意识。围绕身体特征的自我意识，有时也会导致自卑感，而往往被忽视的。引发自卑感的外来因素是经济上的挣扎。成为朋友圈中唯一一个经济困难的人，会对自我价值造成很大伤害。经济困难对我们的价值尤其有害的原因是，因为在人际关系中创造了一种不安全感，然后让自己感到更不安全。不幸的是，持续的自卑感会发展成抑郁、睡眠障碍，甚至平生自杀想法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进一步影响心理健康之前，尽快治疗很重要。接近别人并谈论自己的不安全感是很困难的，这可以理解。我也不喜欢谈论我的不安全感，但如果感觉到被自己的不安全感压倒了，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可能要考虑向治疗师寻求帮助。在治疗中会学到处理消极想法的技巧，一个非常好的是记录感受和触发因素，写下这些可以帮助自己探索与不安全感相关的看法和思维模式，会给出准确的视角。如果把这与积极肯定结合起来，可以帮助控制自己对自己的看法。尽管这不是个确切的方法，这与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提出的治疗自卑情绪的方法类似。与不安全感做斗争是正常的，但不要让这定义你是谁。如果觉得影片有帮助，
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取更多类似心理学内容。感谢收看。